哦，还要配合呢。可以。哦，可以。这集播出以前，我还是以为舅舅先扯出来了，应该会2集内收掉的。结果现在看来是要留到结尾再收了。那不知道各位是觉得2集收掉，还是放最後講完會更合適呢？勝手に探して悪かった。本当にすみません。母さんがグラニュートにさらわれたってこと？知らない。俺がミチルさんを探してた理由も言ってない。母さん，我操！哦，半斗的手机哦，对。真真手机不就是那个投屏的？啊，对，ミチ也是ルさんの。ことで会いたいって言われた。なんか聞かれるとしてどこまで答えるか。俺も話を聞いてみたい。我操，这眼神！例の作戦の準備実験は一定の成果を収め。哦，他說的是那個催眠那個是吧？進めておきます。闇菓子の納品も忘れちゃ困るよ。はい、次の大統領選挙も近いです。朝他推一推眼睛，就感觉没好事啊。总统估计都活不过选举了。慌了。手に入れるなら骨の髄までしゃぶり尽くす方が得だからね。その視察だ。打法胜率要多加了。30。お邪魔します。こんにちは。しょうまくん。俺ここのアルバイトなんです。そうだったのか。知ってる人なのに知らない人みたいに緊張する。社長の天音幸香です。前にあなた。哦，对了，他们上集见过了，对話したんですね。好细啊腿。这件衣服蛮好看，多看什么牌子我也整一件。気になって調べたんです。そしたらこんな情報が見つかって、グラニュートは人間を食べるためにさらっていると調べて。然后这条信息估计就是半斗发的。妹もグラニュートにさらわれたって真ことですか？真怎么说？それは都是的。我操！我将今片付けますね。僕こそすいません。ついしょうまくん何か。哦，刚刚真的想摊牌了是吧？对，最悪の事態がちらつくこともありました。でもまさか化け物に食われたなんて、そんなむごい結末は想像してなくて。俺が追ってるのはグラニュートの事件です。でも今俺から言えることはなくて。ですよね。帰ります。私は人間を見くびっていたようだな。これほどの文明を築いている。还挺有妇女感的。金属による建造物が多いな。人間の巣にして拿来吃。直接吃。一緒に観光してるのにパパったらそんな見方しかできないの？异世界来的乡巴佬，他妈原子弹丢你头上你就老实了。哎，没有被电了，我这是。对，哎呀，好像很厉害的样子。闹麻了。お疲れ様チープ。私強くなれてるね。ああ、その这样だい变ぶ馴染んできたね。不变。哎呀，突然就变脸。初めて見た。何にも言えなかった。マサルさんもずっと苦しんでたんだね。ハントと同じだ。哦，母这还能提ちゃんも回去可以生きててよかったって思ってるよ。そりゃ最初は受け入れられなくてお前に当たったりもしたけど、今は真実を知れてよかったと思ってる。マサルさんもそうかな。わかんねえ。一応参考にな。不过不一定咯，每个人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不一样，有些人可能不知道真相好一点，对不对？对，还是留给真正抉择，到底要不要说？啊，其实我觉得安远洋贵这个声线跟那个演员的脸不是很搭。啊，哇，那很快了。何のつもりだ。ほら、グラニュートハンターが来ちゃったじゃない。隣にいるのは誰だ。誰でしょ。哦啊！也不学变态。得亏他是纯沙场人，没了腰带还能打一打。哦，翻白眼。张口闭眼了。こんなものか。あの姿だと力が出ないみたいよ。パパ待って。パパ、まさか。まさかあこんにちは。しょうまくん、どうしたの？お菓子を買いに。そうだよね。今日の試食食べるかい？あ。哦，他们一款活动。吃这种我都一口吞いや的。本当美味しかった这样ね。妹を思い出すよ。妹はお菓子が大好きな食いしん坊でね。确实挺像的感觉。お姉ちゃんおかえり。もうすぐ夕飯だろう。半泽直树。別腹。ポテトチップはね、人間のお菓子。お母さんは一番好きなショートケーキ。哦，对了，就是光朗其实有说，深圳的舅舅的选角标准之一就是得和深圳气质相似嘛。包括我们之前不也 Q 到过嘛，半田周平跟真田银河笑起来的时候，那个眉宇简直超级像。是。新玩具どう。かした？
いや、没事，生了个孩子。本当のことを知りたいですか？たとえ妹さんがどんなに辛い目に遭っていたとしても。僕がハント君に会いに行ったのは悪い想像を否定してほしかったんだと思う。僕は弱い人間だから。就跟范德的想法不一样，他不想知道真相，也不是不想知道，他想否定掉这个可能性。他还抱一点希望。に会っていても生きて帰ってくるって。帰ってきてこの店を見て喜んでくれるって。暂时这个消息是说不了。对，说不了。其实也对的，因为一集讲清楚这个事情也挺抽象的。对呀。もしかしたら大統領かもって。すみません、急な仕事で。また来ます。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気をつけて。早速来たみたいよ。お前が大統領か。私がグラニュート界の大統領。何しに来やがった？視察だよ。間もなくこの世界は全て私のものになるからね。そんなことさせない。啊，他不是蛋糕王来了。我还以为他抄百宝瓶嘞，我感觉他这里逻辑设置的有点问题，等再聊。哦，还要配合呢。可以。哦，可以。战术有点屌。是。哈密瓜。哦，是什么意思啊？有什么特别吗？帮我。哦，这个算加戏吧？哦。他刚刚那段玩具展示这块弄得还可以的，其实。来了。他妈的，什么意思？烂狗就比你的眷属强一点是吧？这就是大同的朋友。你又捡了一条命啊！又捡了一条命啊！マサルさんに話すのはや哎めた。ラッキーね。丢掉了。子供だって話すってことは、マサルさんが思ってる以上にもっと辛いことがあったって話すことだから。だから言わない方がいい。确实，少现なくとも今在不应该说这个事情。啊那他现在不用的话，估计要留到打蓝哥的时候再用了这个伏笔。对啊。アイス食べる。食べる。俺はいい。オッケー。悪くないデータだ。だけど赤株には劣る。ということは。宫斗啊，組むべき。真的要宫斗啊。不赖。また君か。不審者の翔馬くん。すごい。別の世界につながる扉が。没有，下集要讲一部分剧场版的剧情。剧场版娱乐。能看到这的，相信都不是浅层的特色受众了。想到挺台湾手里的点赞支持，这是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爱你们。下集的预告是这样子的哈，生真与自己初到人间界第一个收留自己的少年哈基妹重逢。虽然与哈基妹相遇时，修马还是个可疑人物，但如今他也能坦然讲述自己作为假面骑士嘎鲁与宝藏们一同战斗的经历。与此同时，某位打工仔遇到了尼耶鲁布，后者以公司介绍为名，讲述的内容中竟包含了斯托马克社的历史，而在这背后隐约浮现出不同于斯托马克社的来自异世界的威胁根源。随后，半斗也撞见了尼耶鲁布，他变身为巴人，向其发动攻击。然而，下集剧情相关的一个提问是：为什么生真会被称为假面骑士？你们觉得是为什么呢？或者换个问法吧，是谁最开始叫生真假面骑士？小孩哥。对，他在网络上把图信侠给称之为假面骑士，才把他跟怪物区分开来了。下集的标题是 OP 的第一句歌词哈，耀眼夺目不复返的瞬间。各位其实看我刚刚念的那个预告，应该也猜到是怎么回事了。下集是一个半总集篇性质的故事，不过内容量应该是充足的，毕竟他也要为剧场版做宣发用嘛。估计各位应该也有在想一个问题，后续有那么多个反派，打不打得完？不过在我看来，真正要以死谢罪的就大总统、二哥还有大哥而已。继普两公婆为什么不用死？我近期讲过很多遍，已经不想再复读了。至于是不是真这样发展，我们就一起拭目以待咯。本周日 X 特热相关热搜10条，前30位分别是第30名 Hexenheim， 就是修马在剧场版的特殊形态。我还是给你们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名字的由来吧。Hexenheim 其实源自于 Hexenhaus 这个词汇出自格林童话。韩塞尔与格雷特是吧？就是音枪剑试音的那本书。对，就是这个故事里面用糖果做成的女巫的房子，所以把它翻译成糖果屋就好。现在也用这个词汇来泛指糖果屋蛋糕。话说你们觉得这个形态像什么？斯托马克家族吧。对，就生真更趋近于沙团的一个形态，而且它应该是用来对标蛋糕王的，因为糖果屋本身就是蛋糕嘛，还是圣诞节限定产品，刚好蛋糕王就是圣诞月出来的，所以我才会这么说。看了
剧场版预告里面应该也知道的，还有一个蛋糕王幻色的宝藏会登场嘛，那个应该就是剧场版里给信国打工那个小伙子用的了，毕竟他肚子上有张嘴，总不可能不变身嘛。对啊。第28名 Guna 六头，念几条推文吧。在沙滩一族的视角里，人类世界简直就像是一群全身用糖霜裹着的生物住在饼干建的房子里，但是对统治者来说，这可是能同时解决上层和下层粮食问题的梦幻世界啊。那人类世界不也是一个糖果屋？对啊，活生生的人类是黑暗平时的原材料，建筑物则是现成的粮食。在沙滩一族看来，这简直是个毫无浪费的完美牧场。所以对于大总统来说，真的是捡到宝了。但是没办法，谁叫他自己留了沙滩猎人一条小命？哎，活鸡巴该，我只能说。异世界来的乡巴佬，等着吧，马上就到你家门口。我再顺便念一下官网大总统相关的小作文吧。在制作第29话的剧本时，团队曾讨论过总统是否会像斯托马克社的成员或者利杰鲁一样拥有人类形态，如果有，该选谁来饰演呢？最终当时认为总统既无必要化为人形，也对人类世界毫无兴趣，因此在沙滩人界保持原本的威严姿态即可，并通过庄重的皇家形象与低沉嗓音塑造角色。而这次在筹备已久的视察回中，团队再次面临人类形态该选谁的问题。虽然有人提议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派大叔，但为了与利杰鲁同框时呈现养眼组合的效果，最终决定启用年轻男性演员，目标是要展现异于人类的价值观与强者的气场。于是我们邀请了去年参演东映协鱼队舞台剧的周木健先生来饰演。协鱼队就是主角是甩分格勒布哈，我之前给你们泼过图了。也就是说，这集大总统的人脸以后，让他非常云淡风轻的做一些很出声的事情，就感觉更讨厌了。我刚刚看剧的时候也有在想，他那个样貌跟安远洋贵那个声线不太搭，但是我后面也想了想，就是因为他们不搭，才会显得出来伟人的感觉。就剧里面选择这样搭配，好像也有点道理。包括周木健在剧里做的表情什么的，也好像和总统给我们的印象不太搭。是不是也能说，因为他第一次伪装成人，没法像更有经验的打工仔或者是多马克家成员那样装的那么像人呢？我估计他们内部会议时也是因为这番说辞才确定了可以走俊男靓女组合风的，不然找个欧弟上来演才更搭一点嘛。我差点忘了，还得扯下刚刚看剧时没聊完的点，就关于这集封号那个问题啊。保白保平的 KDA 我是能理解的，但他剧里面那个逻辑不够通顺啊。甚至如果是奔着干掉总统去的话，就不会先掏的蛋糕王了。这种情况只可能是他事先知道了总统不会自己上，而是让管家出面测试自己的实力才可以成立。但剧里面既没让总统说出自己的目的，也没让2个管家先入境，就直接切到深圳掏蛋糕王了。硬要解释的话，也可能是拉卡有事先说过总统没亲自下场，自己是被管家揍的，对面还放了这一条生路，但这都没我刚刚提到那2点来的这么直接啊。所以这部分我觉得不应该做省略的，不然就会让我在初看的过程中去质疑你为什么不直接变最终了嘛。对。第26名 King 奖，第21名 K King， 第19名 Stomach， 第17名奶油冰，第15名蛋黄酱的精灵，就是陆王形容那个女性的。然后推文里面 Q 到了另外一位假面骑士，应该也知道是谁了吧？迪斯特。对，第14名花束小姐，第13名修马。念2条推文吧。假面骑士嘎布看到这里，主人公母亲的形象突然变得鲜明立体起来，实在让人揪心。谁能想到这位被掳到异世界被迫产子，在食不果腹的环境中仍将深真培养成如今模样的圣母般的母亲，当年竟是个随处可见的酷爱甜点的女大学生呢？我也觉得确实很难得在那种环境下还能把深真教育的那么好，这个真的得益于美智流他本身的乐观心态，毕竟那么爱吃零食的一个人啊，换别人遇到这种情况更有可能会生理性的厌恶自己的孩子，被逼疯了，或者直接自杀了，甚至带着深真一起死啊。包括深真如果不是美智流再好好带的话，很大概率也会被哥哥姐姐他们带偏吧。不管是说因为被家里人讨厌导致他怨恨自己的母亲是黑暗灵神的原材料，怨恨自己的身世，进而演变成反社会人格，还是说被哥哥姐姐带坏成了斯托马克斯的得力干将，都是有可能的嘛。当知晓真相的瞬间，优先生就会受到地穷伤害，而随后得知生真这些年独自承受默默为他着想的痛苦时光，更将带来第2重创伤，失去唯一至亲的痛楚与意识到自己竟让这唯一至亲受苦的罪孽感，双重地狱接踵而至。这份剧情的厚重感为何要刻画的如此残忍？其实这集播出以前
前，我还是以为舅舅先扯出来了，应该会2集内收掉的，结果现在看来是要留到结尾再收了。那不知道各位是觉得2集收掉，还是放最后讲完会更合适呢？我觉得可以继续长，因为本质申真也是在抗压。对，他明明可以把这个事情告诉舅舅来抒发一下自己感情，但是又害怕伤害到这个真正的亲人。对他那个拧巴的状态，我觉得这集拍的挺对位的，包括店长的那些反应也是啊。而且认清这条线也是嘎补这个世界观里被害者清楚的缩影，以小见大嘛，进而体现出斯托马克斯为了一己私欲夺人性命这件事情究竟有多残忍。反正现在看剧里那个阵势，后续应该得等店长撞见申真解除变身，或者撞见兰果和申真对峙，意外得知或者猜到申真跟自己妹妹的关系后，再去推进这条线了。要联想应该是能联想到的，毕竟这个小伙子那么爱吃零食，眉宇间还跟自己有那么点相似，是不是？对啊。等这完清，申真找到归属，再生出个觉悟软糖，干掉兰果，估计这要走这种路子了。水吗？我倒觉得不算吧，只能说我也能理解寻亲和大总统视察对大多数观众来说都不属于爆点的范畴了。我看到更多的声音是铁华为什么深圳不有话直说？哈，不是兄弟，你觉得这个事情是能有话直说的吗？我也觉得挺无厘头。而且人家事先都已经探了一波他的口风了，哪怕他的妹妹被诱拐去哪个山卡拉都好，他希望他妹妹还活着，就不希望他的妹妹是被怪物给吃掉了。都这样几个情况下了，还怎么说？而且深圳主动问了你到底想不想知道真相？万一当时舅舅说要知道真相，深圳估计也有可能会给他说一部分的真相吧。就说白了，他们2个本身就已经认识的一个情况下，你还在不说，最起码你们还是能够正常的去维系这个关系，只是舅舅不知道你是他的外甥，仅此而已。但是你如果说了之后，最坏的一个情况下，我失去了免费试吃零食的资格。对，你失去了来这里买零食的资格了呢。那么你每次来，深圳与狗不得入内，到时零食店外面贴了这样的一个告示。不过店长最后肯定是会接纳深真的了，毕竟深真的存在本就是美之流曾在异世界好好活着的证明，且深真的初心早已透过他一路以来的行动展露无遗了。那作为舅舅的店长，又怎么可能不会去承认自己的外甥呢？对啊。第12名，尼耶鲁布。这集对于尼耶鲁布的描写啊，推特上其实很多人在讨论他会不会走雀圣的老路啊。主要是这周《奔奔者外传》，雀圣还过来客串，但那个逼脸一露出来，我就知道他不是好的。为什么说上次就二哥他也在反复横跳，跟着他妈顺风走，但是麻雀我他妈没笨猪到最后还跳到主角团了，对形势的观察太敏锐了。当时龙泽良在完结之后访谈，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没事。然后我再给各位说一下，官网这次有强调 Shake It Off 那个 MV 新增的画面都是后续会出现的画面，并不是拍着玩的。而这可能会引发什么问题，我们上周讨论的过程中已经有聊到了，还没看的观众可以事后再去回顾。借此我再补充多一种可能性吧。这集已经有明确提到黑腹口的上限是超不过红腹口的，因此尼耶鲁布后续也可能借与深真联手的契机，研究一波红腹口，开发出比红腹口更厉害的腹口给大哥用，这样子按理来说应该是剧场版腹口的换色版本了。第10名发看到的萨玛，第9名田亚索多萨玛，第8名灰色眼镜的男人。这条线讨论度还挺高的，毕竟他在开头就已经铺设好了，我也确实没想到会放到这个节点来揭晓，毕竟暑假嘛，战队的传统在暑假是不推进主线的。也是因为这次找来客串的嘉宾是 Blue Buster 的饰演者吧 ，Blue Buster、BFA Buster 也确实挺有看头的。对。第7名真剑王，第3名卡梅伦的嘎布，第2名是国舅甲。先回答一下这位观众的问题嘛，你知道为什么没有欧米伽？我每周都有在说本周日推特热搜词条，欧米伽星期6放，或者我立刻给你看一看欧米伽的讨论度到底有多高，好吧？我操！各位要不要猜一下大概有多少？给你们一个参考的数据啊，第1集3万多一点，腰斩吧，1.5万，2万，2万不到，大概2个小时左右就消失了，很少很少，真的。我个人觉得啊，奥特曼这个东西啊，在国外也有点断层了，就是青年观众更加喜欢看战队或者骑士，但不一定会去看奥特曼。那肯定啊，我觉得可能是过了某个年纪，就对巨人打怪兽的东西没兴趣。并非啊，要看哪个巨人，你觉得哪个 ？B99 确实可以啊，除了 V99呢？那大概只有物理意义上的高科技的可以。没有啦，我也是看了2集红莲关公以后才有感而发了。毕竟在座各位都是3大特色具有涉猎的，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奥特曼的局限性远大于体制战队，这点应该算是共识了吧？他每年都要写什么回乡夕阳、老师、环保，都是可以预料到的内容，一点新意都没有。我知道，问题是所谓的套公式，对小孩子来说就是新的东西，只是我们现在都是老登了，才会希望在这个既定的框架里面看到点不一样的故事嘛。剧情上已经
几乎没放心的空间了。那应该留住小孩子的话，能在打架上面多花功。也是，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主要的受众而言，剧情不是最重要的，打得爽才是最重要的，甚至可能说你多打几分钟是更重要的。战队骑士那边还有个优势就在于他们可以前10几分钟先给你打一架，但是奥特曼有过少，很少啊，不是一个范例嘛。对。不过你非要说的话，近几年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奥特曼剧集，一般都是些以往没怎么看过或者比较特别点的回溯吧，比如布雷扎生之星那集啊，加巴顿那集。阿可的话，我就只记得卡内宫那集了。就跟那个火山怪兽自爆那集嘛，怪兽的命也是命。操，你别说了，我们不想回忆起来。想要补上去的观众还请静跳转，多看才能听 version，加拿。